大家好，这部影片呢是联心力系列的第二集，用能量守恒来解赫普勒的问题。那在上一集说到，我们用向量以及几何的方式来解出我们行星环绕轨道的运动方程式。这次呢，我们同样的要去解我们的轨道方程式，是我们这次用能量守恒的方式来解它。首先，我们要把我们系统总能量下来，我们系统的总能量为动能再加位能。那我们行星运动的动能为1/2 mv 平方，再加上我们受到向心力所影响的动力位能。因为呢，我们的速度自己跟自己内积就是 v 平方，用极坐标来写出来是 r dot 平方加上 r 平方 theta dot 方。那我们的总能量呢，就可以将我们的动能乘1/2 m r dot 平方加上 r 平方 theta dot 方。一样，我们另一个变数变换，那这个变数变换在上一集有提到，也就是 r 等于 u⁻1来找 r 跟 theta 关系。因为呢，我们 r dot 在上一集提到为负 l 比 u 比 theta，theta dot 平方会等于 l 平方 u 次方，其中 l 呢是我们角动量去除以我们的质量，它是一个常数，所以呢，我们总能量就可以写成1/2 m 括号负 l 比 u theta 平方加上 u 平方分之一乘上 l 平方 u 次方加上我们的重力位能，化简一下可以得到1/2 m 平方 u 对 theta 皆微分的平方加上 u 平方再加上 v， 将 r 换成 u 是 u⁻1。那我们的重力位呢，可以写成 r 的负1次方的形式，就是负 k u。所以总能量就把刚刚动能的形式这样写下来，再减掉我们的 k u， 是我们重力位能的形式。接着呢，我们做个移项，可以得到 u 对 theta 的一阶微分方加上 u 平方会等于2倍的括号1加 ku 去除以 ml 方。那我们找出 u 对 theta 的一阶微分，做个移项到根号21除以 ml 平方加上2ku 除以 m 平方，再减掉 u 方。我们可以看到根号里面是一个 u 的一元二次方程式，所以我们令 a 等于-1 ，b 等于 2k 除以 m 平方 ，c 等于21除以 ml 方。那我们的一阶微分可以写成较简洁的形式，到最后解出来，我们再把 a、b、c 带回去。接着我们要来做个积分，找出 u 跟 theta 的关系。那我们 theta 减 theta 0会等于根号 au 平方加上 bu 加上 c 对 u 做积分。那从这个积分经过查表，可以得到我们公式，就是可以写成根号负 a 分之一 arc cosine 括号负的1加2au 去除以根号方 ac。那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到的？也就是这个积分，只要我们将根号里面做个配方，画成一个完全平方的形式，加上一个常数，就可以用三角代换把它积分出来。接着我们再做个移项，得到我们的 cosine 根号负 a 括号 theta 减 theta 0会等于负的1加2au 除以根号 b 平方是 ac， 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 u 是一样，我们将 r 就是 u⁻1给写出来，可以写成刚刚的导数。一样，我们做个整理，让它写成椭圆轨道的式。接着我们再把刚刚我们设的 a、b、c 带回来，可以得到1加上根号1加21ml 平方除以 k 平方 sin theta 减 theta 0分之 ml 平方除以 k。因为呢，我们椭圆轨道在上一集推导出来为1加上我们的偏心率乘上 cos theta 分之 alpha。那我们的偏心率呢，从上个式子可以看出来，偏心率就是1加上21m 平方除以 k 平方再根号。那 alpha 呢是 ml 平方除以 k， 就是 a 上括号1减
率的平方。最后呢，应用这个式子可以得到 ml 平方除以 k 与括号1减1掉21 ml 平方除以 k 平方，让 a 就是把我们的偏心率给带进去，可以得到我们的能量为负 k 2a， 这就是我们行星的总能量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，如果我们的能量小于0的话，偏心率会小于1，就会得到椭圆或者是正圆的形式。如果我们的能量刚好等于0，我们的偏心率会刚好等于1，轨迹就是一个抛物线。如果我们的能量大于0的，偏心率就大于1，然后轨迹就是一个双曲线。那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脱离速度 v 大于根号2gn 除以 r， 时我们的能量就会大于0，对应到上面的双曲线。如果等于的话，就会对应到我们的抛物线；小于0的话，能量小于0就对应到圆或者是正圆。接着我们来提一下等效位能。等效位能的观念呢，就是将 θ 部分的速度看作是位能的一部分，就是1/2 mr dot 方再加上等效位能 u_r， 此时我们的 u_r 就会等于 ml 平方除以 2r 平方掉 r 是 k。接着我们位能的折返点的位置就在速度为0的时候，时我们的动能为0，我们的等效位能呢就等于我们的总能量，一样，最后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r 的1元2次方程式。从这个方程式我们可以得到2个根，就是 r1 及 r0，它分别会等于 k 正负括号 k 平方加上21 ml 平方1/2次方除以负21。在上一集提到 r0 就是我们的近日点， r1 是我们的远日点。那我们用一个图来了解一下，我们的纵轴呢是我们的能量，横轴是我们的位置。接着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等效位能画出来，大概会等于这个图形。那如果我们的能量会在这个位置，如果我们的系统总能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们对应到的根对上来会对应到 r0 及 r1， 等效位能的最小值就会位在函数的最底端，就是如果我们的能量等于最小值的时候，近日点会等于日点，那我们的距离刚好与2倍的能量分之负 k， 日点等于近日点，就是圆道。在下一集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行星轨道的稳定性问题。谢谢各位。